大家好，我是毛毛。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款黑芝麻手撕千层吐司。用黑芝麻来降低黄油的用量，同时开酥过程也更简单，只需一次改长4折再加3折即可完成开酥过程。黑芝麻黄油送进烤箱，黄油受热，蒸汽散发，和其紧贴的面团又受热膨胀，被黄油分隔，于是形成了非常好看的千层造型，特别好吃。丹麦吐司往往只用黄油来开酥，今天我们要自己来制作一份黑芝麻开酥黄油。碗中加入软化好的黄油，用刮刀稍稍摁扁，加入糖粉，继续用刮刀摁压均匀，把糖粉跟黄油融合在一起。做开酥的黄油千万不要用打蛋器，因为我们不需要往里面打入任何的空气。加入炼乳，同时可以增加一点奶香味。稍稍搅拌均匀之后，我们加入奶粉、黑芝麻粉。黑芝麻粉的粗细程度没有要求，只要不是黑芝麻粒就可以了。放在一起，用刮刀稍微搅拌均匀到看不到该的粉。这时候你可以继续用刮刀搅拌均匀，或者戴上手套把它们抓在一起成团。混合成团是非常容易的，稍微抓捏一下便变成一个黑芝麻黄油团了。混合好的黑芝麻黄油，我们放在一个保鲜袋里面，整形成一个可以用来开酥的黑芝麻片状黄油。我用的保鲜袋宽度是24.5公分，大小没有关系，我们用双手把黑芝麻给它摊开，把保鲜袋折成一个宽度在15公分左右的长方形。如果你用的保鲜袋跟我尺寸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把它的宽度整成大概15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黑芝麻用手推向4个角落，用擀面杖把它擀平整，正面反面都要擀到，轻轻地转移到一个平的案板上，放在冰箱冷冻或者冷藏保存。一定要放在平的案板上冷藏或者冷冻，否则的话黄油会产生裂纹，就不平整了。下面我们来开始制作煮面团。首先往打面缸里面加入高筋面粉、低筋面粉，这里的低筋面粉可以使开酥的面团更加柔软。加入糖、激发干酵母，把所有的固体材料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液体材料。现在夏天了，记得要用冰水来打面，可以控制面温。冬天要用温水，夏天要用冰水。可以留底部大概10克到20克左右的水，后面根据面粉的吸水性再看要不要加进去。同时加入一点水泥，可以保持面团的柔韧性和增加它的保湿性。搅打面团的时候，首先用打面机的最低速把所有的材料混合成团，看不到干粉。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分钟左右。平时大家打面的时候，记得拿一个计时器，随时记录一下每一个阶段所用的时间，这样长期下来你的经验就会很丰富了。这时候明显面团偏干，所以我们需要把刚才留的水给加进去。你的面粉的吸水性可能跟我的不一样，所以预留水是非常有必要的。开酥的煮面面团不要打得太干，也不要说像水量大的面团那样特别稀，就是正常的干湿程度就可以。这样我们把所有的水加进去之后，用手再去掐捏一下这个面团，发现它就是不怎么沾手，稍微偏湿一点点，这样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一会儿搅打上劲之后，水分被吸收之后，它就会比现在来说会相对来说会更湿润那么一点点。然后我们提高速度开始打面。每个人打面机的功率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大家以每个阶段的状态作为判断标准。这是我打了5分钟之后，我们看一下这时候的面团的状态。拉薄膜的时候，明显那个薄膜没有进到，一拉就断了，所以我们继续还要搅打。又搅打了2分钟，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面团明显的比刚才光滑多了，可以挂在打面钩上，说明它的面筋已经形成一定的筋度了。我们双手扯磨，用手指戳动，会需要一点指尖的力量，而且洞口是不光滑的。这样就是7成筋的状态。我们往里面加入盐，加入软化的黄油，开始继续用低速搅打，把黄油跟面团融合在一起。加入黄油之后一定要低速搅打，因为黄油是油性的，特别滑，如果你高速搅打的话，会造成面筋的搅打不均匀。黄油大概融合之后，我们继续提高速度打面，
这时候你会发现面团会慢慢的变稀，变得栽在缸底面，是因为黄油的加入让面筋重新有了一个重组的过程。随着面筋不断的被搅打，它又会慢慢的形成筋度，然后整个面团又会慢慢的恢复到光滑，开始出现这种甩缸，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加入黄油之后，一般来说3分钟之后就要开始注意检查状态了，千万不要打过了。我打了大概5分钟，我们解一块下来检查一下状态，它的膜是非常有韧性的，你需要一点力气去戳破它，然后洞口呢是比较光滑。打好面团，测一下面温，保证在28度以下最好。因为起酥的面团要注意避免过早发酵，所以面团揉好之后不用一发，直接放入保鲜袋，进入冰箱冷藏30分钟之后，我们再拿出来把它改开。这也是让面筋有一个松弛的过程，因为你现在改的话是完全改不开的。取出冷藏松弛好的面团，把它改成一个长方形，我一会儿会放在一个13×9寸的长方形烤盘里面，没有烤盘也没有关系，只要把它改成一个长方形，宽度约等于黑芝麻片的长度，长度差不多是黑芝麻宽度的2倍，只要我们把黑芝麻片可以包在里面就可以。提起面团的一边，把它搭在你的左手上，然后慢慢的给它这样慢慢的翻过来，把它转移到烤盘里面。做开酥面包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开酥面团的软硬程度跟黄油比较接近，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放到速冻里面去冷冻40分钟左右。我们盖上保鲜袋，放在速冻里面去冷冻半个小时到40分钟。取出冷冻好的面团和刚才冷冻的片状黄油，这时候面团用手仍然可以按动。如果是直接从速冻里面取出的面团，可以让它在室温稍稍解冻个10几分钟。一定要让面团跟黄油片的软硬程度差不多，再可以开始开酥。我们在正反面都撒上手粉，手粉就是高筋面粉。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宽度，发现我这个好像是太窄了一点，所以我又把它改宽一点，宽度一定要跟黑芝麻片的长度一致，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它包裹在里面。面团改到差不多大小时候，我们把黑芝麻片用剪刀剪开一面，然后把它倒扣放在面团上面，先用擀面杖把它摁2遍。摁压的目的，一是为了让黑芝麻黄油跟面团更好的贴合，第二个同样可以让这个黄油片更加的变软一点，方便我们一会儿擀制。我们把它这样折向中间，把黑芝麻片跟面团很好的贴合在一起，两头要记得封口。然后我们开始开酥的过程，这个开酥比较简单，只需要1次4折加1次3折就可以了。正反面都撒上一些手粉，把刚才接缝的地方垂直的对着自己，用擀面杖首先在面团上面摁压。摁压的过程是为了让面团跟黄油更好的贴紧，同时也可以起到一个软化的作用。你在摁压的同时，你会发现面团也会慢慢的变长。摁压几遍之后，我们用双手摸一下面团的两边，感受一下面团跟黄油的软硬程度，保证它们的软硬程度差不多一致的时候，继续撒一些手粉，开始把它改长。记得面团跟黄油的软硬程度一定要差不多之后，才可以开始用力改。改的时候也不要说用死力气往前一直推，就是慢慢的随着面团这个筋度，把它这样慢慢的给它改长。因为只有这样慢慢改的话，你才不会把这个面团改歪了。如果手粉太多的话，可以把它少掉。然后我们改的话，就是可以侧过来改或者往前改，就是确保它改的这个长宽比例一定要是一致的，保持一定的宽度。我们第一次大概要改到70公分长左右。如果发现有这种大的气泡，可以用牙签把它挑破就可以了。如果改的时候你发现有一点破酥，或者说黄油融化太厉害，你可以把面团给它稍微折一下，稍微撒点干粉，包上保鲜袋，放在冰箱冷藏一会儿，继续再拿出来改，都没有问题的。改到一定的长度之后，我们把面团给它对折，找到一个中线位置。改到一定长度之后，我们把面团折过去。如果这时候手粉比较多的话，记得用刷子把它刷掉多余的手粉，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4折。
接下来我们把撕折好的面团放入保鲜袋，放到冰箱去松弛40分钟左右。松弛的目的是为了放松面筋，同时把黄油再凝固一下，因为刚才改卷的话可能造成黄油已经差不多会变融化一点了，所以我们把它松弛一下，来降低一下面团的温度和提高一下黄油的硬度，继续来进行下一次改卷。松弛好的面团温度会被降低，黄油也会变硬，所以它可以方便我们进行下一次继续的改卷。我们取出面团，同样撒上一些手粉，把刚才叠好的这个4折的侧面放在你的侧面。首先我们先这样摁压，然后再改长。开酥的面包很多时候都是望而却步，觉得特别难。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掌握好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一定要跟内部加的黄油一致。然后呢，就是觉得如果黄油融化的太厉害了，有点破酥了，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再继续拿出来改都没有问题的。同时改的时候一定要改一下正面，再反过来再改一下另一面，因为如果你只改一面的话，另一面它就会可能会捏在这个台面上，然后会造成破酥的现象。还有就是改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往前慢慢的推，顺着面团的筋度，不要把它形状给破坏掉了，一定要改成这样上下宽度是一致的面团。我们第二次只要改到大概50到60公分长就可以，少掉多余的手粉，把它对折成一个筛折，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开酥过程。我们继续放在冰箱里面冷藏30分钟左右，拿出来整形。拿出来之后跟刚才一样的动作，把它摁压，稍微摁长一点，稍微改宽一点点。如果你需要表面更加漂亮的话，可以把这个面团放在速冻里面去冻1个小时左右，冻到很硬，这样的话它的切面就会很漂亮。但是这样有一个不好的，就是你会2发的时候会时间很长，所以我就是冷藏了30分钟，然后把它切成2公分左右宽的这样的条状。我们把它切成6条，用来做2个450克的吐司。因为我没有把这个面团冻得很硬，所以切完的话它这一条一条是比较软的。这时候温度在20度左右。我切的时候顺便把它们称重了一下，大概每一个吐司盒装560克左右。我们把3条这样切好的长条放在一起，把它筛折放在吐司盒当中。如果你切长条之前把面团先冷冻再切，它的切面会很好看，但是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就是它温度非常低，所以2发的时候你需要发酵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直接把它这样裹在一起放在里面发酵，虽然说外形上会没有那么不好看一点点，但是呢相对来说制作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小。开酥类的吐司因为里面有黄油，所以发酵的温度不能太高，2发我们在28度里面进行。我这次发了大概有2个半小时左右。开酥的面团本身温度比较低，所以2发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平时做开酥面包的时候一定要计划好自己制作的时间。我今天晚上做的时候就已经是等不及了，我发了2个半小时，发到大概7成满，其实可以再发高一点。烤好的面包把它立即脱模，放在烤架上晾凉，晒出里面的热气。这样我们的黑芝麻手撕千层吐司就做好了，把它拉起来就像一个手风琴一样，特别的松软。吐司面包自带的柔软，配上牛角包式的开酥式面包的特色，再加上黑芝麻的香味，3者混合在一起，真的是一个既特别又好吃的面包。那我是毛毛，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美食，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哦。做这款手撕千层面包有什么问题，记得在下方留言，我看到一定会立马回复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